在第3阶段，我们将在 Workshop Foundry 的无代码应用构建器中构建一个排班看板。这个看板让调度员在左侧查看物业，在中间查看筛选后的维修工单，在右侧选择 Technician。一切通过变量连接在一起。点击一个物业就会筛选工单，点击一个工单就会高亮相关 Technician。到这个阶段结束时，你将拥有一个你的团队可以立即使用的功能性运营中心。在左侧边栏中搜索 Workshop 并点击 Workshop 会打开并显示现有模块的画廊。忽略这些，点击创建新模块，你会看到一个默认单列布局的空白画布。我们需要将其改为3列布局，以构建看板。Workshop 模块是 Foundry 应用的构建块，每个模块是一个自包含的屏幕，包含小部件、变量和事件连接。将模块命名为 Capstone Scheduling Dashboard， 使用描述性名称，因为它会出现在 Workshop 画廊和搜索结果中。良好的命名规范有助于你的团队快速找到正确的看板。在生产环境中，你可能还会添加描述和标签，目前名称就够了。按回车确认，你就准备好开始构建布局了。点击右侧面板中的布局标签，默认情况下你有一个区域，点击添加区域2次，以创建共3列。这种3面板布局是经典的运营看板模式，左侧导航，中间详情，右侧上下文。每个区域可以独立滚动和调整大小。你也可以在每列中垂直嵌套区域来创建更复杂的布局，但3列是我们用力的正确起点。为3个区域添加标签，左侧 Properties， 中间 Open Jobs， 右侧 Technician Scores。将 Flex 比例设为1:2:1，这意味着中间列获得侧列2倍的宽度。中间列需要更多的空间，因为它将容纳包含许多列的工单表。如果布局感觉不平衡，你可以稍后调整这些比例。Flex 比例是响应式的，看板会在保持比例的同时适应不同的屏幕尺寸。打开屏幕底部的变量面板，创建3个对象级变量。Selected Property 类型为 Capstone Property，Selected Job 类型为 Capstone Maintenance Job，Selected Technician 类型为 Capstone Technician。对象级变量是小部件的数据源，每个 Object List、Object Table 和 Chart 小部件都需要一个对象级来显示。这些变量还支持过滤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张幻灯片中进行连接。创建2个普通变量 Active Property ID 和 Filter Property ID， 这些变量充当小部件之间的通信通道。当用户在左侧面板中点击一个物业时，物业列表中小部件将选中的 Property ID 写入 Filter Property ID，这驱动了 Active Property ID 的重新计算。中间的工单表通过交集便利模式连接，根据活动物业筛选其对象级。这种事件驱动的连接模式是 Workshop 交互性的核心。小部件不直接相互通信，它们通过共享变量来进行通信。将一个 Object List 小部件拖入左列，将其支撑对象级设为 Selected Property， 配置显示将 Street Address 作为标题， Dwelling Type 作为副标题，启用活动选择模式，这意味着点击一个物业会高亮它并存储选择。Object List 小部件非常适合导航画面，因为它提供了带有内置搜索和选择行为的干净可滚动的列表。你的用户将在这里点击一个物业来筛选中间的工单。在 Object List 配置中启用自动选择，这样看板加载时第一个物业会被自动选中，这防止用户在首次加载时看到空白的中间面板。将选择事件连接为
将选中对象的 Property ID 写入你的 Active Property ID 变量，通过点击预览来测试。你应该看到第一个物业被高亮 Active Property ID 在变量面板中被填充。这种连接是将左侧面板与中间面板关联起来的关键。这张截图显示了配置好所有5个变量的 Workshop 变量面板。你可以看到3个对象级变量 Selected Property、Selected Job 和 Selected Technician， 以及2个普通变量 Active Property ID 和 Filter Property ID。 注意每个变量如何显示其当前的值，这对测试非常有价值。如果某个小部件没有正确筛选，检查变量面板，看看期望的值是否已设置。变量面板是你构建复杂看板时的最好帮手。将一个 Object Table 小部件拖入中间列，将其支撑对象级设为 Scheduled Job， 配置可见列 Job ID、Category、Priority、Status、Scheduled Start Time 和 Total Charge。将默认排序设为 Priority 和 Scheduled Start Time， 这样 Emergency 和 High 优先级的工单会出现在最上面。Object Table 开箱既提供排序、筛选和分页功能，但现在它显示所有50个工单，我们需要将其连接为按选中的物业筛选，这将在下一步完成。这是最重要的连接步骤。编辑 Selected Job 变量并添加过滤器，在变量面板中点击 Selected Job， 然后选择与另一对象级合并。添加一个与 Object List 1 Active Object 的交集，然后便利到获取连接对象，并选择 Capstone Maintenance Job。在中间表只显示选中物业的工单。这种交集加便利的模式在 Workshop 中经常使用，请牢记。回到物业列表小部件，并配置 OnObjectSelection 事件，添加设置变量值 Source 等于 Filter Property ID， Target 等于 Active Property ID， 添加 Object Table 1 Filter Variable 和 Active Property ID 里的重新计算事件，添加重置事件以清除 Selected Property、Selected Job、Selected Technician、Object List 1 Active Object、Object Table 1 Active Object 以及 Object Table 1 Filter Variable 和 Filter Property ID 上的陈旧选择。事件配置是 Workshop 魔力发生的地方，每个小部件都可以发出事件，每个事件都可以触发变量更新、操作执行或导航。在预览模式下测试，点击不同的物业，并实时观察变量的更新。现在在预览模式下测试完整流程，点击左侧的一个物业，比如456 Oak Avenue， 中间表应该立即筛选为只显示该物业的维修工单。点击另一个物业，观察工单实时更新。如果筛选不工作，要检查2件事。第一，点击物业时 Active Property ID 是否被正确设置。第二， Selected Job 变量是否配置了交集便利过滤器。这种交互式筛选是将静态数据展示为实用运营工具的关键。将另一个 Object Table 小部件拖入右列，将其支撑对象级设为 Selected Technician， 保留 Title 列，显示技师姓名，使用添加列，添加 Trace Specialization 以及你想显示的其他属性。启用行选择，以使调度员可以点击一个技师来选择分配。按 Trace Specialization 排序，以按专业分组技师。在生产系统中，你还会添加一个根据技师家庭坐标和选中物业位置计算的距离列，但在我们的演示中保持简单，因此省略。在中间列的工单表下方添加2个 Chart XY 小部件和一个 Open Jobs Count 指标卡片。第一个图表以水平柱状图显示按类别统计工单 HVAC、Pipeline、电气等。第二个图表显示按优先级统计工单 Emergency、High、Medium、Low。Open Jobs Count 指标卡片显示状态不是 Work Complete 的工单数量，让调度员一眼可以看到活跃工作量。
所有3个小部件都应使用同一个已筛选的 Selected Job 变量，这样当你点击不同的物页时，它们会更新。图表和指标提供及时的视觉上下文，帮助调动员发现模式，例如某个物页有5个 pipeline 工单，可能存在系统问题。在即时表下方添加一个 Button Group 小部件，添加一个标签为 Assign Technician 的按钮，并将其连接到 Capstone Assign Technician 操作。在参数默认值中，将 Capstone Maintenance.Job 参数设为 Selected Job，Technician ID 参数设为 Selected Technician。可选启用隐藏表单并立即应用，以使一键触发操作。在预览模式下进行测试，选择一个物页，选择一个工单，选择一个技师，点击分配。操作触发，更新工单的 Technician ID 和状态，表格自动刷新。现在第3阶段完成了，你拥有了一个完全交互式的排班看板。